美国为什么没有像老苏一样解体？如果把时针拨回1968年，你会看到两个不一样的世界。一边是稳如老狗的老苏，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稳，稳到了什么程度？那是勃列日涅夫治下的鼎盛期，最高指令能顺畅无阻地传达到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在广袤的国土上，你看不到停工的工厂，听不到街头的喧嚣，连一丝脱轨的杂音都不存在。而这一边的美国正轰鸣着滑向再次内战的悬崖，全美上百个城市火光冲天，反战的怒潮逼近权力中心。白宫的草坪上甚至架起了黑洞洞的重机枪，来防止局势彻底失控。怎么看这台机器都马上要爆炸了。如果当时开个赌局，大多数人都会压美国必定先崩盘，但历史偏偏甩出了一个冷峻的耳光。几十年后，那个稳如泰山寸步不让的巨人，迎来了毫无挽回余地的刚性脆断，碎成了一地冰碴。而当年乱成一锅粥的美国，却带着满身伤痕硬生生熬了过去。这中间到底差在了哪里？美国能挺过那个随时会引爆的临界点，也许正是因为在那个历史关头，出现了一个出身一般、从不按套路出牌，甚至满嘴粗话的德州泥腿子林登·约翰逊。这位老哥的种种骚操作，简直是把白宫搞成了他的私人露天厕所。关于他的荤段子、粗俗言论以及那些离谱的意识，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他骂起人来相当有画面感，能把最粗鄙的比喻用得声情并茂。约翰逊在做事上也完全没有边界感。他在办公室打嗝、放屁、挖鼻屎，扣裆从不避讳。更离谱的是，他经常上厕所不关门，甚至一边如厕一边把部长们叫进来听汇报。在接见来访的外国贵宾时，约翰逊能毫无顾忌地把双脚直接架在特别助理的膝盖上，拿人家当垫脚凳。在肯尼迪遇刺仅仅10天后，他打电话去慰问悲痛欲绝的遗孀杰奎琳，竟然用轻快的语调说要在圣诞节前去探望他，顺便还要打他的屁股。他有着强烈的权力和控制欲，曾毫不掩饰地宣称：“我不要一般的忠诚，我要的是死心塌地的忠诚。我要他在正午的时候，在梅西百货公司的橱窗里亲我的屁股。”随后对我说：“闻着像玫瑰花一样香。”怎么看这货都不像个正经总统，可就这么个神奇宝贝，美国居然没被他玩残，是真的离了个大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林登·约翰逊生猛且魔幻的一生。1908年8月27日，魔童诞生，这哥们还是个00后。他的出生地在德州中部的一座偏僻农场里，这地方没别的特点，就是穷。但他的家庭在当地还算有些声望，他的父亲萨姆是个体面人，当过几届州议员，一位充满理想主义的州议员。然而在经济的无情狂潮面前，理想这玩意儿连个响屁都不如。老约翰逊因为盲目乐观，在投资上输得一塌糊涂，不仅破了产，连祖传的农场都赔了个底儿掉。家庭瞬间从受人尊敬的阶层跌入泥潭。对于10几岁的林登来说，这场变故是一次粉碎性的精神重击。他亲眼看着父亲在债务中低声下气的挣扎，饱受着世态炎凉。也就是在那一刻，这个德州男孩顿悟了一个无比冰冷却又相当真实的社会法则：没有权力和金钱作为后盾，所谓的理想和抱负不过是任人践踏的笑话。另一边，他那位受过良好教育、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心有不甘，把家族翻盘的全部指望死死地压在了年幼的约翰逊肩上。贫穷带来的蚀骨恐惧，加上母亲那几乎让人窒息的期盼，如同2把大铁锤，生生砸出了他对权力那种变态般的饥渴。德州是一片充满雄性荷尔蒙的丛林，弱肉强食是这里的唯一法则。为了不被当成软弱可欺的猎物，他给自己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狼皮。但人性是复杂的，这个看似已经被权力寓意化的冷酷动物，内心深处却依然保留着一块罕见的柔软。1928年，这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年。为了凑够剩下的大学学费，约翰逊被迫休学，跑到德州南部一个叫科图拉的破落小镇，给当地的墨西哥裔贫困儿童当老师。在这里，他看到了足以刺痛灵魂的惨状。他看着那些瘦骨嶙峋的孩子饿着肚子来上课，看着他们下课后毫无尊严地在垃圾堆里翻找发馊的食物。这种画面狠狠地击中了他心里那根最敏感的弦，在这个满脑子只有向上爬的年轻人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带着穷怕了的恐惧，揣着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权力无尽的渴望，年轻的约翰逊即将收拾好行囊，准备杀向那个全美国最残酷的名利场——华盛顿。时间来到1930年代初，美国正处于建国以来最惨烈的大萧条中，工厂倒闭，1/4的人口失业，大量农民破产，整个商业世界摇摇欲坠。就在这个濒临崩溃的节点，富兰克林·罗斯福带着他的新政强势入主白宫。罗斯福打破了政府不干预经济的传统，用史无前例的庞大联邦权力大搞基建，救济穷人。这股自上而下排山倒海的权力风暴彻底震撼了年轻的林登·约翰逊。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状态吗？1930年是他大学毕业的一年，正式获得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学士学位。这年他22岁，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刚一脚迈出校门，就迎头撞上了资本主义史上最恐怖的大萧条。所以那个年代的00后真的是天崩开局。在大学校园里，他是呼风唤雨的社团领袖，他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人生的主动权。可是当他真的走向社会时，却悲哀地发现，在经济全面崩溃的时代面前，个人的聪明才智，甚至那张引以为傲的大学文凭，轻如鸿毛，简直和废纸没什么两样。为了糊口，他只能夹着尾巴跑到休斯顿的一所高中去教公开演讲，拿着勉强够塞牙缝的微薄薪水，在经济大崩盘的废墟里瑟瑟发抖。
也正是这毕业第1年如坠冰窟的经历，彻底重塑了约翰逊的世界观。他看透了，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讲规则是没有用的，文凭也是靠不住的。一场经济危机就能让所有体面人去要饭。唯一能让人在灾难中活下来，只有一样东西：权力，而且必须是那种不受规则束缚的绝对的权利。带着这种渴望，23岁的林登·约翰逊成了德州众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的秘书。克莱伯格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比起在国会辩论，他更喜欢去俱乐部打高尔夫。这简直是给约翰逊送大礼，他二话不说，直接接管了整个办公室的实权。他每天在国会山工作超过15个小时，疯狂背诵议事规则，摸清每一个议员的脾气和把柄。当时华盛顿的政客们惊奇地发现，克莱伯格议员还没搞清楚状况，这个年轻的德州小伙子已经把所有路子都趟平了。就在他渴求更大的权力时，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政治偶像富兰克林·罗斯福给了他一次飞跃的机会。约翰逊被任命为全国青年总署在德州的负责人。对于约翰逊来说，罗斯福就是他在政治上的精神教父。他崇拜罗斯福那种用强硬行政手段干预社会、救济底层的狠辣。他在德州疯狂推行新政，给穷孩子发补助、修操场，甚至为了帮贫困生找工作，他能连续几天不睡觉。他不仅是在办事，更是在模仿罗斯福的权力运作逻辑。1937年，机会终于来了，德州第10选区的众议员突发心脏病去世。1937年4月，差几个月才满29岁的约翰逊借了一笔钱，孤注一掷参加特别补选。当时德州的保守派已经开始反对罗斯福的新政，但约翰逊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前途死死绑在总统身上，甚至在竞选时宣称自己100%支持罗斯福。这场政治豪赌让他成功赢下众议院席位。更关键的是，这引起了罗斯福本人的注意，这小伙很懂我，不错，孺子可教也。1937年5月，罗斯福在德州加尔维斯顿海岸的游轮上亲自接见了这个28岁的新晋头号死忠粉，并正式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羽翼之下。1941年，32岁的约翰逊第一次竞选参议员，因为在计票后期过于自信，没有采取特殊手段，结果被对手在最后关头做票反超，惨遭败北。这次失败让他咬碎了牙，也让他彻底抛弃了对选举程序的最后一丝敬畏。在这种关键问题上，必须搞微操。就在他蛰伏等待下一次机会时，一场大地震降临了。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突发脑溢血去世。当消息传到国会山时，36岁的约翰逊彻底失态了。他对罗斯福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对最高权力毫不掩饰的攀附，也有着真正如父如子般的深情。据当时的目击者和传记作家回忆，这位平时飞扬跋扈的德州汉子在得知死讯后眼眶通红，甚至在走廊和办公室里忍不住当众痛哭流涕。他是真的伤心欲绝，但伤心归伤心，对于一个政治动物来说，眼泪擦干后就是干。罗斯福一死，约翰逊在华盛顿最大的保护伞彻底倒了。德州那些早就看新政不顺眼的保守派石油大亨们，随时可能把他这个前朝余孽撕碎。这种失去靠山的巨大恐慌感，直接促使他在3年后的选举中走向了完全不留底线的疯狂。带着对失去权力的恐慌和上次落选的教训，1948年8月，刚过完40岁生日的约翰逊再次冲击参议员席位，这次的对手是德州前州长史蒂文森。计票快结束时，约翰逊处于落后状态。就在这紧要关头，德州南部吉姆威尔斯县的13号票箱神奇地出现了。这个票箱里开出的202张选票，除了1张，剩下全部投给了约翰逊。这202个人的签名不仅笔迹惊人的一致，而且还是按英文字母顺序整整齐齐排列的。甚至有些签名的人当时已经躺在坟墓里了。40岁的约翰逊最终以87票的微弱优势惊险胜出，媒体是各种的嘲讽他这货，但这又怎样？在这个权力的修罗场里，历史是由赢家书写的。进入50年代，约翰逊在参议院的升迁速度如同坐上了火箭。1953年成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1955年，46岁的他正式登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之一。这里全靠他的野蛮操作，最让同僚胆寒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约翰逊待遇。他身高1.92米，为了让对手服软，他会整个人贴在对方身上，巨大的鼻孔几乎要撞到对方的脸。他用粗大的手指死死扣住对方的衣领，或者疯狂戳对方的胸口，将诱导、威胁、荤段子和眼泪完美混合。他完全没有正常人的社交底线，他会在卫生间解手时故意不关门，甚至一边如厕一边拉着幕僚们在旁边听他汇报工作。他享受别人在抽泣和尴尬中手足无措的样子，那是他确立统治感的时刻。面对权术的核心法则，他留下了一句震烁古今的粗暴格言：只要捏住他们的那条家伙，他们的心智自然会乖乖跟过来。在这种充满了原始雄性压迫和阴损权术的操纵下，46岁的他把整个参议院捏合成了一台只听命于他一个人的高效立法机器。时间来到1960年，52岁的约翰逊已经在参议院呼风唤雨，但他瞄准的是白宫那个最高的位置。可惜，这一年民主党内杀出了一位自带光环的常春藤贵公子约翰肯尼迪。肯尼迪年轻英俊，背后有庞大的家族财力支持。在党内初选中，肯尼迪击败了约翰逊，但肯尼迪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如果想要在大选中赢下南方保守州的选票，就必须拉拢这位德州地头蛇。
于是肯尼迪捏着鼻子邀请约翰逊当副总统。在进入白宫后，约翰逊迎来了人生中最屈辱的3年。在这帮毕业于哈佛、耶鲁的东海岸精英眼里，满嘴德州口音、行事粗野的约翰逊就是个不入流的乡巴佬。他们私下里嘲笑他，在制定核心政策时完全把他边缘化。曾经那个在参议院里把别人按在墙上摩擦的巨头，现在成了一个只能去剪彩、参加无关紧要晚宴的花瓶。这种巨大的落差让权力欲爆棚的约翰逊憋屈得快要发疯，甚至一度陷入了深度的抑郁之中。1963年11月22日，命运的齿轮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迪利广场轰然转动。这天中午，肯尼迪总统的敞篷车队在阳光下缓缓前行。55岁的约翰逊就坐在后面那辆车里。几声清脆的枪响过后，肯尼迪与这个世界说了再见。仅仅几个小时后，在达拉斯机场拥挤闷热的空军1号机舱里，林登·约翰逊接管了总统宝座。约翰逊展现出了一个老道政客的操作，他拒绝立刻起飞回华盛顿，坚持要在起飞前在这架专机上就地宣誓就职。他甚至派人去把衣服上还沾着丈夫鲜血、正处于巨大精神创伤中的杰奎琳请了过来，让他站在自己的身边见证宣誓。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有杰奎琳在这个画面里，全美国人民就会在潜意识里承认，他林登·约翰逊就是肯尼迪权力的合法继承人。肯尼迪是个伟大的演说家，但他绝对不是个合格的立法操盘手。他生前留下一堆口号，诸如废除肤色壁垒的平权法案，在国会里被南方保守派死死卡住，寸步难行。但我们登哥是什么咖位？接手这个烂摊子后，约翰逊敏锐地抓住了全美对肯尼迪遇刺的巨大悲痛，把这种情绪直接武器化。蛰伏3年的猛兽终于出笼了，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君子风度，他要用最粗暴、最老练的手段，把那些高高在上的道德理想砸成白纸黑字的法律。在法案通过之前，尤其是美国南方，完全是一副荒诞且冷酷的景象。虽然距离林肯废奴已经过去了100年，但旧日遗留的规矩依然把美国人分成了2类。那时候的南方，不同肤色的人不能坐在同一个餐厅吃饭，不能用同一个饮水机喝水，甚至连死后都不能埋在同一片墓地。特定族裔的孩子要去涉世破烂、连课本都没有的专属学校，而在投票站，他们会被要求解释复杂的宪法条文，或者缴纳高额的人头税，以此被剥夺公民权。当时的社会情绪就像一个随时会炸的高压锅。1963年，评选领袖金博士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喊出了"我有一个梦想"，但现实是，他在南方的战友们依然随时面临着绞刑架和警犬的撕咬。肯尼迪在位时也想动这个法案，但他那帮常春藤精英在面对南方那些老奸巨猾的议员时，显得太文明了，法案被死死地卡在委员会里，动弹不得。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仅仅5天后，55岁的约翰逊就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吼出了那句煽情口号，没有任何演说或悼词，能比将平权法案写进法典更庄严的纪念肯尼迪总统。从1964年1月开始，约翰逊展现出了惊人的力量。1964年1月，他在国情咨文中正式宣战，称平权法案是必须获胜的战争。1964年2月，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但真正的恶战在参议院。1964年3月到6月，南方议员发起了冗长演说，整整阻挠了75天。他们轮流上台讲废话，就是为了瘫痪议程。这时候，约翰逊那套泥腿子手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每天工作20小时，疯狂打电话恐吓、收买、利诱那些摇摆派议员。他会直接打到议员家里，对着电话吼道："你要是敢投反对票，你选区那个几百万美元的水坝工程，明天就会被砍掉，你给我小心点。或者，我知道你去年在拉斯维加斯干了什么，不想让你老婆知道，就给我乖乖签字。"甚至有议员在洗手间蹲坑时，被1.92米的约翰逊堵在隔间里，脸贴脸的听他咆哮。这不只是黑人的问题，这是美利坚要不要脸的问题。1964年6月10日，在约翰逊软硬兼施下，参议院终于错过了票数，强行终止了长达2个多月的闹剧。1964年7月2日，55岁的约翰逊在白宫正式签署了1964年平权法案。这份法案堪称全美社会契约的推倒重来。第一，任何公共场所、餐厅、旅馆、剧院严禁肤色区隔。第二，雇主不能因为族裔、肤色、信仰或性别而拒绝雇佣或解雇员工。第三，联邦政府有权切断那些依然搞区隔对待的州或项目的资金链。法案签完，白宫里一片欢腾，但约翰逊却显得异常冷静，甚至有些落寞。他对身边的助手比尔·莫耶斯说了一句足以预见未来半个世纪美国政治版图的话："我想，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南方拱手让给了共和党。"他非常清楚，自己虽然拯救了国家的灵魂，但却亲手毁掉了民主党在南方的票仓。但是这个法案对美国太重要了，重要的程度不亚于林肯带领美国打赢南北战争。要看清楚这个重要性，就不得不看看当时的老苏。老苏虽然天天在国际广播里大骂美国剥削少数族裔，充满群体偏见，但他们在自家门里搞的是一套更为隐蔽也更严苛的身份区隔。
他们是如何搞区隔的？主要靠2把无形的锁。第一把锁叫内部护照制度，从1930年代起，他们就实行了严格的内部护照和户籍登记制。但这玩意儿偏偏不发给几千万集体农庄的农民，没有内部护照，农民连买火车票进城找工作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世世代代被死死钉在土地上。这在当时被私下里称为第2次农奴制。第二把锁叫特供系统，在老百姓为了买一块肥皂要在雪地里排队几个小时的同时，那些高层人物却享受着另一套完全平行的生活。他们有挂着厚厚窗帘的特供商店，不需要排队的高级专属医院，黑海海滨的豪华度假别墅，甚至莫斯科的大街上还有专门给他们的高级轿车留出的专属车道。美国的矛盾是爆炸性的，摆在聚光灯下，民众可以上街砸玻璃，这逼着国家机器必须去直面溃疡。而老苏的矛盾是窒息性的，被强悍的内部安全机构死死捂在铁幕之下，谁敢对特供说个不字，第二天就会在西伯利亚的冰原营地里醒来。老苏当时绝对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理想国度，他甚至在后期蜕变成了一个带有封建等级色彩的国家大资本怪物。按照老马的原始设定，真正的终极理想社会有3个硬指标：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在这个社会里，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谁高谁异的。